那时青帮中人私藏各式手枪或盒子炮，大约有几十件，凡是损坏了，都交给老头子纪云清想办法修理。纪云清就交给吴四宝去办，吴便转交给他的同乡去修整，每次修好之后，交还吴四宝到郊外试枪。因此吴四宝枪法逐年进步，枪由他试过，万无一失。连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都会开枪，而且能左右开弓，双手发射。吴四宝后改名世宝，字云甫，地位仅次于三大亨，在日本人支持下成为特务魔窟76号警卫大队大队长。其妻佘爱珍，鼎鼎大名的杀人阎罗的压寨夫人，当年上海滩的大姐头。纪云清出出入入也怕冤家寻仇，他不用保镖，就由司机吴四宝兼任保镖。遇到有事，吴四宝开枪还击是百发百中的，所以在圈子里有神枪手之称，因此吴四宝就进入了76号。起初76号的组织还不够庞大，李士群派出去做暗杀的杀手常常击而不中逃了回来，唯有吴四宝打一个中一个，因此他就坐上了行动组的第一把交椅。在76号中，杀人最多、立功最大的就是吴四宝。短短的半年之后，他就成为76号的主要人物，只要李士群开出名单来，他都可以按图索骥，置对方于死地。后来杀手逐渐增多，吴四宝就很少亲自出马，但是76号魔窟的声威却震惊了整个上海。那时候汪精卫还没有正式登场呢。国军败退，汪氏变节，我们知道在唐绍仪被杀之后，傅小安当了伪上海市市长，我们局促在租界上。这时租界虽说已成孤岛，敌伪势力并不直接侵入，一切还算自由，刊登各种反日论调的报纸照常出版，对伪组织百般抨击和讽刺，连日本人也奈何他们不得。报纸是市民的精神食粮，战争看上去国军一路败北，日军一路深入，每逢一个重要的城镇失守，总不说一个败字，往往说是转移阵地。看报的人明知战事不利，还是抱着一种希望，认为日本人泥足愈陷愈深，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念。这种信念十分重要，我们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这句话上。一天，报纸上登出一个消息，汪精卫脱离抗战阵线，由重庆搭飞机到昆明。这张飞机票是他手下的交通部次长秘密为他安排好的。汪精卫到了昆明之后，又乘飞机逃出国境，飞到了越南。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兀，我们就想到军事上尽管败，要是政治上起了变化，那么败起来真要排山倒海了。这个消息令大家惊惶而气馁。报纸上的消息乱得很，但是民间有一种传说，比报纸所载还要详细。说是汪精卫在重庆郁郁不得志，他本来有极大的领袖欲，他的妻子陈璧君一直想做第一夫人，然而在重庆从来没有做过第一夫人的位置，招待外宾轮不到他，招待军政首长又轮不到他，所以他蓄意要推翻原来的局面。但是我们总在想，汪精卫是早期的革命人物，清末在北京行刺摄政王，有一首诗所谓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就是他的名句。无论如何，他即使脱离重庆，一般的推测，或许跳出重庆的圈子，绝不会做汉奸，大抵他到了越南，再乘飞机到法国，静候战局的变化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。这时候
又有一种传说，认为汪精卫离国出外是政治上的一幕双簧戏，一个扮红面，一个扮白面，大家想来或许是有默契的。这是一般人自然而然的天真想法，实际情况谁也猜不出。总之，大家认为汪精卫不会做汉奸的。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做就职演说，可是不幸得很。汪精卫在河内发表了一个电报，主张和平。这个电报发出的日期是12月29日，该日韵目是个燕字，就是后来著名的燕电。电报的内容含有投降性讲和意思，这电报使大家很失望。过了几个月，消息又传说汪精卫在河内高朗街一个小住宅中遇到刺客，他的亲信曾仲明被击中要害。新闻公布出来，就打破了唱双簧的传说，因为双簧毕竟是假戏，假戏是不会做到这般真的。而且事后捕获的枪手曾被越南当局拘捕，都承认是来行刺汪精卫的。这个事件发生之后，汪精卫惊惶不已，立刻离开越南，搭乘一艘日本小火轮北光丸逃离越南，转撵到了上海，住在虹口土肥园的旧居崇光堂。消息传得很快，因此上海人就想到汪精卫真是要落水做汉奸了。上海人对汪精卫做汉奸这件事情起初只是怀疑，希望不会是事实，大家纷纷谈论。有些人说汪精卫是读书人，必然有相当的骨气，不会认贼作父。有些人说汪精卫一生反复无常，叛国也是有可能的。有人考察出汪精卫过去的所作所为，在袁世凯想做洪宪皇帝之前，曾和袁氏长子袁克定结拜过弟兄，幸亏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，活活气死了，否则汪精卫也是洪宪朝廷的一员。在召开北京扩大会议时，他又与许多军阀和民国的败类混在一起，担任过扩大会议主席。后来在武汉政府时代，汪氏又摇身一变成为左派极端分子。以后虽然屡次被南京所援诱，然而总是弄到不欢而散，所以有这些历史的引证，汪精卫做汉奸是有可能的。